亲爱的，我正在走离婚手续呢，等一下盖完章啊，我就跟你过好日子去。啊，对了，你要记得开最新款的宝马来接我了。二位，你们想好了？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我孩子亲爹还等在外面，赶紧盖章。盖吧。苏秋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这个穷酸鬼就别再纠缠我了。我可以净身出户，反正我马上就要嫁入豪门，以后就是端庄的富太太。结婚几年，我每天辛苦赚钱上班养家，没想到我上交工资竟然沦落成了舔狗。我这个爱健身的妻子成了 MVP， 竟然怀了别人的孩子。我也算是解脱了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要把我这几年受的苦全部都讨回来。站住！婚都离了，还想干什么？刘如烟，你刚刚不是说自己可以净身出户吗？啊，你这个外套是我给你买的，脱下来给我吧。苏秋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不脱可以。我这手机里呢有你跟健身教练的亲密照，如果你不脱的话，我就把它发到你公司群里，让你好好的在公司里当一回红人。你卑鄙！卑鄙总比下贱强。少废话，赶紧脱！啊，你别乱来啊！我脱还不行吗？行了吧，我可以走了吧？你的裤子跟鞋也是我买的，脱！你别偷偷进尺啊！脱不脱？不脱可罚了啊！无耻！行了吧？如烟，咱们结婚几年了，今天就要分开了，让彼此好好的告别一下吧。去的！苏秋，你干什么？3年了啊！你每一天让我跪搓衣板给你洗衣做饭，这也跟我硬气一回了吧？爽啊，舒服！走了，再见。苏秋，你混蛋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恭喜宿主离婚，完成虐渣任务，古董亲子鉴定系统正式开启。系统？刘如烟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是你这辈子都高攀不起的人。系统启动。相似度20%，相似度35%，相似度42%。相似度是什么东西啊？古董亲子鉴定系统，顾名思义，只要某件东西和真古董或者某件贵重物品属于同一脉亲子，且相似度超过60%，就可以将赝品强制鉴假为真，变成真品。假的可以变成真的，那就是说，我可以靠着假了。我还假知道。相似度60%。哎，小兄弟，看看吧，我这东西可都是真货，假一赔10。小兄弟，你可别信他。上次有人在他这买了个赝品，他确实给人假一赔10了，直接给人家了11件货。哎，去，少瞎说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50万。多少？50万？50万啊！你还真敢要价啊！这样吧，我收个价，一口价50，行就行，不行我就走。哎，小兄弟，你以为是逛菜市场的？我这鼻烟壶可不是普通的东西。45，你若真拿出去拍卖，那都不值50万。40。小兄弟，你就别再跟我搞价了，不然我还得给你钱。40就40，不过提前说好了，一旦售出，概不退换。成。来，扫码吧。
到账40元。这一个净赚了30块。清代宫廷特供，珐琅山水纹鼻烟壶，赚300万，爽！老板，你这儿收宝贝吗？宝贝自然是收的，不过要先鉴定。如果是真货，分文不取；不过要是假货，我要收5000的鉴定费。行，没问题。这还有人放捡漏的发财，捡漏归捡漏，但你在垃圾王那儿买的垃圾还敢狼藏宝阁的，这小子还是第一个人。那个摊位上除了垃圾王本人，其他的都是赝品。周总监脸色怎么变了？肯定是察觉到这个鼻烟壶是假的，生气了呗。小兄弟，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。尹轩，怎么了？小叔，这鼻烟壶分量不对，是吗？我来看看。哎，清代宫廷特供珐琅花鸟纹鼻烟壶，这是真品，没错。这没错。这骗人的吧？垃圾王那还有真货？特供这2个字一出，这鼻烟壶至少在100万级别以上的。怎么样，收还是不收？小兄弟，你确定要出这只珐琅鼻烟壶？一般清代的珐琅鼻烟壶也就几十万左右，但你这个可不同，底部那细致的走痕，确定是清代宫廷特供的特殊手法，会比市场价上翻个4到5倍，一口价320万。多少？300万的东西我40块就给卖了。市场价332万。行，大差不差，就一口价320万。不过我要现钱，最好马上能转账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已到账320万。我的天！天哪，这鼻烟壶竟然是真的！320万！哎，这垃圾还真让这小子捡到漏了。这小子，哎，借过。二位帮忙长长眼，看看我剩下的货里还有没有真品。来，请。你这些垃圾也好意思拿来我藏宝阁？都是假货，没一件真的。啊什么啊？鉴定费付一下，一共5万块。哎呀，我这一次就赚了320万，这市里面呢还有好几个古玩市场，改天我得好好去逛逛。王东姐姐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说小苏啊，你都几个月没交房租了，你要是再不交钱的话，信不信姐姐把你扫地出门呢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姐，我呢这2天有点忙忘了。啊，这个给您，多的就当是姐姐的辛苦费了。哎呀，小苏啊，姐早就说过，你是这栋楼里最有出息的那一个。哎呀，
苏啊，姐姐今天家里煲了汤，去姐姐家里喝汤，好不好？哎，姐，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Did you believe in us? Did you believe in trust? Cause I've been thinking it over and I want you. 房东姐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工资先打回家里了。你看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先还了吧？你们这些小年轻啊，我最了解了，都是月光族的。哼，钱花了就花了，还说什么寄回家里去了？你是不是想再拖上几个月房租，然后跑路？啊！我替他交了。小苏啊，还得是你。哎呀，那你们先聊，姐姐就先走了啊。小苏啊，别忘了有时间来姐姐家里喝汤啊。秋哥，谢谢你啊！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还给你。不急。柳如烟和柴甜甜相比，真的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。秋哥怎么打直球呢？那个，我做了饭，你要不进来一起吃一点？啊，我刚好肚子有点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秋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秋哥，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？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的口味？你想？我想鹿的猫。相似度63%。原来秋哥是喜欢猫娘那种调调的呀。猫娘？什么猫娘？为了感谢你今天帮我交了房租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小的愿望。你等我一下。怎么感觉甜甜奇奇怪怪的？秋哥，秋哥是想撸这样的猫吗？喵。甜甜，那个我吃饱了，这东西不错，我能带走吗？秋哥，你是不喜欢我这里吗？那要是秋哥喜欢的话，那我就送你了。好，那我可是收下了啊。哎，秋哥！系总，起奏。哎呦，走。
走，这边看看。这年轻人不会又捡到什么漏了吧？这东西这么大，难不成是什么雕像？如果年代久远了，那可值不少钱呢。招财猫？哎呀，招财猫是体积大了点啊，他不会以为真是什么好东西了吧？哼，昨天那是他运气好，我还真以为他有什么本事呢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万一我这招财猫真的值钱呢？招财猫值钱，敢不敢赌一赌？如果值钱，我给你10万；如果不值钱，你给我10万，怎么样？这样吧，要赌就赌大点，20万。20万，招财猫这个时候好，之前让我损失了5万块，刚好让你好好的出出血。哼，稍等着，我又来给你送好东西来了。兄弟，这招财猫不是哪儿都能买到吗？我们还有必要收吗？要不你再看看，哎，仔细看看。这东西怎么这么重？这镀金是染上去的，没错，下面是塑料材质。可是塑料怎么会这么重呢？快，来人，去拿凿子和锤子！这少东家怎么就动上锤子了？不能吧？居然是羊脂白玉！什么？居然真的是羊脂白玉！少东家，你没有开玩笑吧？羊脂白玉1克就要好几万，这么大一只招财猫，那不得上千万了？哎呀，谁这么无聊啊？把羊脂白玉藏到一只招财猫里面？等等，那就是说，这小子又捡漏成功了。兄弟，你这到底是从哪儿淘来的？我真想找出这个人，问问为什么要刻一些招财猫呢？祖上传来的，收不收给句话？收，肯定收啊！羊脂白玉的价格我熟得很，我给你估个价吧，我能给700万。700万！这价格已经很公道了。如果刻的是观音佛像，价钱还能更高。可惜是只招财猫。好，成交，就700万，不能变了啊！兄弟敞亮，跟你做生意就是痛苦。兄弟，你以后再有好东西，尽管拿来，我一定给你个好价钱。哦，还有，以后在滨海市有什么事儿提我的名字。哦，要这么说，还真有件事儿。刚刚呢，跟摊主老板做了个赌注，如果我能捡漏成功的话，他就要给我20万。但我感觉他要跑路来着。大鸡王，我兄弟说的是真的吗？李少，我这敢打赌就要敢胜，挨打要立正。给这钱，我给。行，那你记得把钱转我卡里。李少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把钱也记得转给我啊。一定一定啊。走了。哎呀，真是个人才啊！这个朋友，我一定要结交。秋哥，这里可是5星级餐厅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吃饭了。等会儿还要给你个更大的惊喜。吃
饭。你好，帮我开个包间。两位楼上请。走吧。哇！哎呀，别吃，先拍啊，先拍照。哎，到我了，来。哎，你名牌包啊？刚买了。假名媛拼钱拍照，没想到竟然在这种地方还能碰到柳如烟，我真是晦气。苏秋，正愁没人给我们买单，你就送上门来了。我们呢没带钱，苏秋，你去替我们如烟把账付了吧。经理，这个人我不认识，而且他拉着我的手，这怎么办？苏秋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让你滚的意思喽？你这个死穷鬼，你没钱就去借呀，还让我滚，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难怪我们如烟一直都瞧不上你。哟，这刚离婚就有新欢了。不过你一个月还不到1万块的穷鬼，够在这种地方消费吗？哎呀，想当初呀，他为了送我一个包，还得节衣缩食3个月呢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！你说现在的这些男人啊，一个月的工资没个10万块钱，不就等于废物吗？秋哥，要不咱们还是换一家吃吧？不用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吃。我说几位，这菜呢，你们是一个也没吃，这光拍照都拍了半个小时了，要不先买下单？不就是2、3道菜吗？结就结，多少钱？一共2832。什么？啊，总共就3道菜，你要收2000多块钱，你怎么不去抢钱呢你？如果没钱的话，你们赶紧凑钱。这家餐厅可是藏宝阁少东家开的，想吃白食，你们可出不去。我就300块钱，我是500了。我这有500，但是也不够啊。呀，要是这男人呀，一个月赚不了10万块钱，还不如个废物呢。可惜你们5个人连2000块钱都凑不出来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帮你们支个招。柳如烟的新男朋友可是个富二代哦，而且开着最新款的宝马哦。你们不如把这个提款机叫过来，帮你们把单买了，这多好啊！这个，哎呀，柳如烟，还等什么呢？赶紧把那提款机叫过来啊！我可是听说这个藏宝阁的少东家杀人可不眨眼哦。嫣嫣，你把你男朋友叫过来嘛，让他用这个超能力好好羞辱一下这个废物。不是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这餐还没点。小费赏你，小爷我就是有钱就是挥霍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先生你可太敞亮了，你老帅了。你有钱给别人小费，帮我把账结了，怎么了？苏秋，你变了。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。秋哥，看来你跟他离婚啊，还真是离对了。你在这儿说什么呢？来，先生有什么吩咐？帮我呀，开一瓶10万块钱的红酒，用醒酒器醒，然后再把你们整个餐厅所有的招牌菜都给我来，不用考虑价钱。得嘞。还有，今儿小爷我高兴，这场子我包了，
不过你得把这几个垃圾给我丢出去，在丢他们出去之前，记得让他们把单买了。如果这几个垃圾不买的话，就把这些菜一道给我扣他们头上去。明白？完，去扔出去。你要是动我，小心我告你们非礼啊！哎，等等，他呀就是个穷屌丝，根本没钱在这儿消费。不信，你们可以让他先付钱啊。你怎么就知道我付不起这个钱呢？我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年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了。你的钱都被我拿去买化妆品了，你就算吃个外卖，也得打电话问我要钱。你能拿出来什么钱？哎呀，我说你啊，穷也就算了，还想搁这儿吃霸王餐呢？我呸！真是恶心。可惜啊，这位经理给苏秋开了一瓶高档红酒，现在看来餐厅只能白吃亏喽。秋哥，你要是真的拿不出钱的话，我可以给我家人打电话，让他们送钱过来的。不用。再说了，我可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，怎么能花女人的钱呢？这拿的还是个信用卡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苏秋，这卡要是能刷出钱来，我跟你姓。刷卡。还装呢？等会儿啊，要是余额不足，那223720元支付完成。谢谢。苏秋，你从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不会是去借高利贷了吧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先生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二位了。你们说这位先生吃霸王餐啊，感情是你们几个在吃霸王餐啊？丢出去吧他们！拿我呀！将手拿开！哎呀，yes， 说他终于清静了。两位，实在是抱歉啊，让这些人打扰二位午饭。要不这样，这顿饭我请了，你们俩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，不用，这样吧，你赶紧买菜给我送到包厢里，我天天他妈饿肚子。好，行。秋哥，这酒味道真不错。10万块钱一瓶的红酒，味道是不错，咱们下次尝尝100万一瓶。两位也可以尝一下我们家的招牌菜，这是我们树月轩餐厅主打的山珍海味国宴套餐。哎，你说吃这些东西跟吃馒头有什么区别啊？不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吗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相似度71%。我的乖乖，这花盆鉴定出来相似度居然有71%！要知道这相似度越高，出来的古董可就越值钱。经理，你那个发财树猴演员我买了。啊，先生，这您都不问一下价格吗？哎，我买东西从来不需要考虑价格，直接打包。我干经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吃饭来买花盆的。这有钱人的品味果然不一样。秋哥，那就是个普通的花盆，不值钱的。甜甜，这个花盆很值钱的。哎，先生啊，这花盆如果看上的话，你直接带走。慢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甜甜，走，哥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啊，秋哥，这一大桌子都还没有吃呢，这不浪费了吗？哎呀，不吃了，咱们这
办正事要紧，回来咱们再吃一顿。走了去。哎，这，好。哎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快被挤兑死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跟我闺蜜不就是忘带钱了吗？啊，就被他们粗鲁的丢到门外，什么垃圾餐厅啊！哎，亲爱的，这事儿可不能这么算了，你可得给我们讨回公道呀！我倒要看看，谁敢欺负范晴的你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呀！李哥，好久不见，李哥！哎呀，李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爸范云涛。什么范云涛啊？没听说过。你敢跟我男人这么讲话？你知不知道我男人是谁啊？哎呦，撒也撒到这儿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看着我穿着西装就好说话，脱了西装照样当流氓。哎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吼我！不好意思啊，李哥，多少钱？我给223720，加上他们刚刚消费的2832，是这样的，给你打折，你给个25万。多少？如烟他们吃什么了？能吃出25万的天价？哎呀，来，哎呀，多，怎么不给？哎，给！哎呀，消费25万元。滚！范强，你敢吼我？你知不知道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们范家的血脉？如烟，你知道这家餐厅的幕后老板是谁吗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刚才那个经理，他是真杀过人。什么？不是，我就搞不懂你们在里面吃什么了，吃进去25万。是苏秋，肯定是他，是他故意设的局，想要坑我们。苏秋，他不就是个穷鬼吗？以前月工资都交给如烟，怎么会来这么高档的餐厅？他一定是借了高利贷，然后就跟这个经理合伙了。哎，亲爱的，就是苏秋故意给我们下套的。他妈的，苏秋这个废物，居然敢坑老子几10万！我看他是不想混了吧？等着吧，等老子玩死他！对，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汇款到账22万元。怎么了，秋哥？这舒月阁餐厅的经理还真讲究，他说请客还真请，我不但白吃了他一顿，还要捡漏他1000万。啊？秋哥，秋哥，这藏宝阁我可是听说过的，他们只收真品。你到这儿来，不会是要把这花盆卖给他们吧？天天，你变聪明了。兄弟，你别告诉我你又捡着什么漏了吧？哎呀，你现在都会抢答了，你太有才了！系统启动。怎么回事？秋哥在树叶轩拿来的花盆不是这个呀，怎么忽然变样了？这工艺，这纹路，这档次，我有点把握不住。我这小婶，赶紧吧！哎，二大爷，对，我这儿遇见一理茬了，啊，您赶紧过来呀！云轩，哎呀，你急匆匆叫我过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又看打眼了？二大爷，
我像那看打眼的人吗？今天叫您来，就是遇上硬货了。您往这儿瞧。二大爷，这东西好，这色泽好，这质地好。二大爷，您别光好啊，您给介绍介绍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小兄弟，这东西是你的吧？卖不卖？1550万，我要了。我现在就给你打钱。哎，等会儿，二大爷，我叫您来是帮我鉴别的，您怎么跟我抢上了呀？我是真孙子，您就是装孙子。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云轩，我过来是要告诉你一个道理，你大妈可以不是你以前的大妈，你二大爷我永远是你二大爷。我大妈确实不是我以前的大妈了，您不是离婚又找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吗？小兄弟，你抽烟不？来，不会。喝水呢？自备。来，吃水果，反胃。二大爷是吧？我秋哥带过来这东西，真的值钱吗？你们看啊，这胎质细腻如纸，釉面莹润如玉，再加上底面的大明成化年制，可以确定是明成化年间的斗彩瓷。斗彩瓷？当年成化帝的宠妃逝世后，为了让其最爱的18株魏子牡丹随葬，专门定制了此18盆。但是后来战乱，被义军毁去7、8盆，前面已有2盆出土。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可以见到第3盆现世啊！好，不愧是二大爷，完全正确。那你卖还是不卖？要卖也是卖给我，别卖给这个老登。我是买来给你爷爷当生日礼物的，这东西今天你二大爷就要了，你还能反了天不成？小兄弟，你别管他，他拿不出那么多钱来，给我现在就给你打钱啊！成，这样吧，钱今晚打给我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秋哥，这白捡的花盆，你卖人家1500万，这不是在骗人吗？这怎么叫骗人呢？他还谢谢咱们，谢谢啊！那你瞅瞅，兄弟，留步呀！还有事啊？天才，你简直是天才呀！不过我好奇，这花盆从哪儿捡漏的呀？给兄弟讲讲呗。我和秋哥去餐厅吃饭，正好看到他。我操，这餐厅牛啊！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舒月轩。对啊，舒月轩，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熟呢？我操，这不是我家餐厅吗？人呢？合着这小子从我家餐厅拿一个花盆卖给我，我还得给他1500万，这也太伤人自尊了吧！邵东家，您怎么来了？李经理，我问你，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年轻人在咱们餐厅里拿走了一个花盆？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儿，但是他在哪儿拿的？你快带我去看看。全他妈是假货！你说今天那个年轻人他是怎么样看到花盆的？正在吃饭呢嘛，然后喝酒呢，然后我眼睛一瞥，他就看到了，就看了一眼啊！今天来的这个年轻人，他是我兄弟，以后他要是再来，给我按最高规格招待他，明白吗？是。还好今天我把饭钱退给那个先生，不然这事儿就大了。
哎呀，有钱自己享受，这不好吗？哎，真不知道自己以前怎么想的，上交工资当龟男。哎。您好，88号技师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来了，来，贵宾，你干什么？贵宾，别人都是花钱来享受的，你怎么给我按呀？好赌的爸，生病的妈，上学的弟弟，还有破碎的家，这我不帮你谁帮你？你尽管闭上眼，享受。贵宾，你不能拉，这些都是要加钱的。哎呀，不都说按摩可以舒筋活血，缓解疲劳吗？我这怎么越按反而腰越疼了？邪了门了！刘元条啊，苏秋，你敢拉黑我的电话，我告诉你，立刻给我回电话，不然我让你混不下去。这是柳约的资金，哎，这人这还真是，都离婚了，还这么阴魂不散。秋哥，甜甜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一个人睡不着，你能不能进来陪我一下？甜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业绩没有达标，这个月恐怕要扣工资了。我想起来了，甜甜刚毕业不久，没找到什么好的工作，所以去当了汽车销售。但是销售这行懂的都懂，我靠从甜甜弄来的招财猫赚了700万，给他加点业绩，这不算什么。对了，甜甜，我明天呢去你店里买辆车，给你冲业绩。哎，秋哥，不用，你之前帮我交房租的钱我还没有还给你呢，怎么能道德绑架，为了冲业绩让你买车呢？哎，我正好也需要一辆代步工具嘛，而且我长得很像买不起车的样子吗？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先走了。来，哎，秋哥，我都穿成这样了，秋哥对我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难道非要我做到主动把他推倒的地步才可以？如烟，我已经通过气了，只要苏秋明天敢去上班，他的顶头上司杜辉就会开除他。活该，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。要是他打电话给我，向我们道歉，把钱还给我，再磕几个头呢，我还能放过他。但是现在啊，我要让他混不下去，乖乖的滚回乡下种地去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？讨厌。来吧。不是说庆祝一下吗？这怎么还没开始就停了呀？已经结束了。啊，你，秋哥，秋哥，你真的来了？那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不少吗？秋哥，你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，我给你做一下详细的介绍。行，就这辆吧。这辆车多少钱啊？秋哥，这辆车是展示车，不卖的，而且这辆车是顶配，要是真的买下来的话，至少得200万。
那就要这辆车。啊，刷卡。秋哥前几天还因为吃不上饭发愁，可短短几天就靠着捡漏古董狂赚千万。秋哥到底经历了什么奇遇啊？甜甜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啊，刷卡去啊！那你等我一下啊。好。你这么拍，就这么拍。李姐，我来拿一下 POS 机。还用不着 POS 机？他买的什么车啊？难怪说你们大学生都是清澈的愚蠢。你知道那辆车多少钱吗？他就是看你长得漂亮，想借买豪车的噱头骗你，带你去试驾，然后试驾的过程中让你特殊服务。秋哥他不是这样的人，李姐，你就刷一下卡也费不了什么功夫，就刷一下而已。什么叫费不了什么功夫啊？我们的时间不是时间呀！要是以后是个人都拿着没钱的银行卡来刷卡，刷坏了怎么办？你竟敢打我！你竟敢打我！我打你怎么？我告诉你，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。与其担心这个 POS 机，倒不如担心这个椅子会不会被你压坏，个死肥婆！这职场霸凌真是无处不在，真不知道甜甜每天在这儿工作要受到多少欺负。你竟敢打女人！你要向我道歉！道歉是不可能道歉，而且这辈子都不可能道歉。我告诉你，你个有刚粗没刚高，脖子底下全是油，你又不自我介绍，我以为你在我面前起个水缸呢。干什么呢？李总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那个男人来找茬，他还打我，你看着给我抽的，都找不着北了。敢来找我们吕家的茬，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小子，把脸转过来。完了，李总来了，这下我恐怕连工作都保不住了。这小兄弟不是卖鼻烟壶的那个剑谱天才？李总，你看那小子那不可一世的样子，他这哪是在打我呀？他分明是在打你的脸。他打你，他怎么不打死你？小兄弟，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哎，我呢就是过来买个车，他们不卖就算了，而且啊还故意刁难我女朋友，难道这就是你们车店的待客之道吗？秋哥竟然说我是他女朋友，真有此事？李总，他没有钱，还要买200万的揽胜。你简直是瞎了狗眼！这位苏先生，若真想赚，分分钟就千万起，岂是你能质疑的？你严重的违背了 4S 店的服务精神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，领完工资滚蛋！李总，李总，别打我吧！啊，我真是来买车的，不是来找茬，我有钱的。我知道，云轩那臭小子都告诉我了，而且我二爷现在还笑得合不拢嘴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苏先生看上哪辆车，直接过户，账记到我头上就行。哎，这必须！价值200多万的豪车，白送！哎呀，你这事弄的，这多不好意思！你这，哎呀，别客气。这样，以后我叫你小苏，你叫我李叔如何？李叔，你该不会有什么事求我帮忙吧？唉，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。今天晚上有一场私人拍卖会，我想叫你跟着我一块过去看看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？好，这样
魏征发我，晚上我就过去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这心里可就踏实了。你是小苏的女朋友，以后你就是这家店的销售经理，还有那辆揽胜有你10%的提成。10%？那得有20多万呢。秋哥，这谁呀？啊，这是我们公司主管，这估计又是叫我回去加班呢。看来我得亲自回去解决一下这件事情。小苏，要是遇上什么麻烦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还没有我李家解决不了的事儿。多谢了李叔，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会解决好的。啊，甜甜，你呢，在这好好先上班，晚一点过来接你啊。那我就先走了，记住位置发我啊。哈哈。小子，竟然敢不接我电话！本来我还想着，你要是乖乖下跪道歉，我还可以跟范少爷好好说一下。既然你不珍惜机会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都听着，一会儿苏秋来了，你们谁要是敢跟他说一句话，我就开除了他。兄弟姐妹们，哎呦，这大周末的这么辛苦，当牛马在这加班呢。来，我给大家买了咖啡，一人一杯啊！来。风秋，杜辉现在真的很生气，你一会儿进去道歉，态度诚恳一点，不然真被开除就麻烦了。哎，道歉呢是不可能道歉。多巴提，你个狗杂种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兄弟，你疯了？那可是杜扒皮，当面跟他硬刚啊！哎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司主管嘛，兄弟们别怕啊！今天呀，我就整顿职场，好好的出了这口被他欺负的恶气。苏秋，你把公司当你家了呀？这公司可不是我家的呀，你少在这给我套近。如果公司是我家的话，那公司的钱我们抢花就花了。苏秋，公司给你发工资不是让你来这儿混日子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从来都没有混过日子。哈哈哈，那你好好说说啊！这今天一大早大家都来加班，怎么就你没来呀？啊，你这不是拖公司的后腿吗？这大周末的，别的部门都放假了，我来公司干嘛？来给你扫货啊！你说什么？项目干成了，你告诉我们年轻人不要好大喜功，要脚踏实地，这是为我们好。那项目干黄了，你找人要背锅，告诉年轻人要有担当，把责任扛起来，这也是为我们好。杜辉，我今天告诉公司的所有人，都是为自己活的，不是为你活的。你这个靠走后门登上主管的人，少在这对我指手画脚的。你要在这逼逼赖赖，小油大耳刮子抽你！牛逼！舒服了。苏秋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前途没了，我要开除你！啊哈，开除我？你整天 PUA 我们，给我们灌心灵鸡汤，我们就有前途了。杜八皮，我告诉你，收起你那副恶心的嘴脸吧！老子打死你！住手！抱歉，这位先生，如果你对我的当事人行凶，那么我们将考虑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你们谁呀？我叫朱嫣然，
是月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受我当事人苏秋先生委托，负责他一切法律事务。你就是杜辉先生吧？是我，怎么了？由于你对我当事人辱骂、威胁、职场霸凌，并常年压迫员工，致使我当事人身心受到严重创伤，现正式对你提起诉讼。这是律师函，请您先收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别人的律师呢，可能只会打嘴炮，但哥不一样哦，哥的律师是真的会把你送上法庭哦。你们就想凭这个告我呀？我告诉你们，这职场 PUA 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，这个起诉理由不成立，是吗？经我方当事人举报，你滥用职权完成你所接其他公司任务。不是，你们又不是我们公司的高层领导，我接不接私活关你屁事儿啊！你说的对，你接不接私活确实跟他们没关系，但是啊，你没交税呀。不仅如此，3天前你因遮挡号牌被吊销驾照，而今天早上却又开着车来公司。经过我们询问和监控取证，你这种行为要么涉及无证驾驶，要么买分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。你们这是污蔑我！孙总，孙总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呀！杜辉，你接私单还偷税漏税，这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，绝对不能容忍。你被开除了。我被开？苏乔。哎呀，苏少，这都是那个范强范少爷给我打电话让我开除你的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替我求求情。范强啊，柳如烟那个新男朋友，看来我不给他点教训，他还真的不知道马王爷他到底长了几只眼呢！哎呀，杜辉。你这个烂人啊，在自己有限的权利内极力的刁难别人。我如果今天替你求情的话，还对得起这帮兄弟姐妹吗？还不快滚！我滚！还愣着干嘛？今天是周末，没有工作任务，回去休息吧。以后再有部门领导强迫你们加班，都来我这里举报。苏秋万岁！还得是秋哥呀！工作3年，我都不知道啥叫双休。好了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苏先生，周律师，有什么事吗？钱我已经给了。这是干什么？苏先生，喜欢律政俏佳人吗？啊？是杜辉，一定是苏秋的事解决了。喂，杜辉，事情摆平了？范少爷，我按照你的吩咐去开除苏秋，但这小子呀带了好几个律师来搞我，现在我被公司开除了，可怎么办啊，范少爷？这饭碗我可不能丢啊！请了不少律师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苏秋那个废物，月工资都上交，比他妈狗都穷，哪来的钱请律师？我不知道啊，范少爷，但我现在这工作丢了，你想想办法，再帮我安排一个吧。这点小事你都办不成，我给你安排个球啊！滚蛋！怎么感觉苏秋最近神通广大的，好像谁都动不了他一样？看来只能动用我爸的关系了。秋哥，你真的来接我了？那当然了，你秋哥我呀，不管是床上还是床下，那说话都算话的。一会儿咱们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走吧。
少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秋哥，你就别叫我什么少东家了，怕人都惭愧死了。是我二叔让我来接你的。今天晚上不是有个什么拍卖会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甜甜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？好啊，正好我去见见世面。走走。那小子是李家小少爷是吧？是。李家之人可不是轻易能见到的。今天抱着赌一赌的心态过来，没想到还真遇上了。想要靠上李家这艘大船，必须得和李少爷打好这层关系。李少旁边那小子是谁？怎么没见过？能让李少卑躬屈膝，想必是个人物。你去查一下，说不定可以借助他搭上李家的关系。是。小苏，过来了啊！二叔，距离拍卖会开始还有半个小时，你们先去转转，吃点水果啊。你说，如果在这拍卖会上有假货怎么办？秋哥，如果是在古玩街卖假货，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；但是在这拍卖会上卖假货的话，那是要进去的。甜甜说的没错，小苏，话不可乱说。我没有乱说，真的有假货。而且李叔，你叫我来，不就是为了杜绝此类事情发生吗？怎么我说出来，你反而信了？秋哥，你确定吗？当然。那你看这个橄榄瓶，我100%确定它是假的。如果鉴定错了，我苏秋愿意承担全部责任，倾家荡产。你们跟我来。刘家主，郑家呀，怎么这拍卖会还没开始就跑过来找我了？是我这些拍品不合你的胃口？刘家主，我们在拍卖会上发现了假货，所以要立刻宣布取消拍卖。你说什么？郑家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要取消拍卖。如果让人发现，在拍卖会上拍到假货，在整个古玩圈子，那可是极大的控诉。哦，哪件是假货呀？那件橄榄瓶是你大哥亲自鉴定过的，你现在跑过来告诉我它是假货，怎么？你们李家是在耍我吗？不是真的假的，你拿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干嘛一直要打嘴炮，拍桌子干嘛？刘家主，这位是苏秋，我哥们儿，就是他发现那件橄榄瓶是赝品，所以我们这才过来找你。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，要在我们这一众鉴宝大佬面前显神通啊！你们就这么纵容他？那他要是真的呢？嘿，你这个老头子好不讲道理！我秋哥是为了你们减少风险，你不领情，那我们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。秋哥，咱们走。等等，老头，你还要干嘛呀？去，把那橄榄苹果取过来。是。小子，你说的如果是真的话，老头子我给你赔礼道歉，还给你一笔不菲的鉴定费。但如果你说错的话，那就别怪老夫我对你不客气。请便。刘家主，小苏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假货。什么？刘家主，我哥的为人我很清楚，这种工艺的东西根本就入不了我哥的法眼。您若是不信，可以亲自看看。好，你说它是假的，它就是假的了。我看
是你们李家和气后来耍我呢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就看不明白这物件。你看这瓷瓶上的釉彩，精细入微。等等，这不是我那个橄榄瓶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我的橄榄瓶一直在我的收藏室啊。这几天有没有人接触过它？老爷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大少爷去过收藏室，当时我的注意力都在拍卖会，没有注意盯着他。这个坑爹的玩意儿，去给我调监控，看我不扒了他的皮！天天，咱们走了。慢着！老头子，我可忍你很久了，你别仗着你年纪大就可以倚老卖老，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哎，你这干嘛？我可没碰你，你别惹我。小伙子，老头子，我刚才说话没过脑子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谢谢您对老夫的再造之恩。咋回事？刘老爷子怎么对一个毛头小子给跪了？邪门儿，在鉴宝行业还没人能担得起刘老爷子这一跪。什么情况？称刘威一声鉴宝界泰斗，也不为过，怎么还对一个小辈不体不地？秋哥，你说你就帮他一点小忙，他怎么还给你跪下了？这个不是小忙，若不是小苏提醒，这件假瓷瓶一旦卖出去，刘家主这后半辈子怕是要把牢底坐穿了。这刘家小子还真是坑爹呀！想让他爹体验一把纯玉法，我真是自愧不如。算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小肚鸡肠之人，而且事先已经答应过李叔要过来帮忙的。如今我已经履行了我的承诺，没什么事儿，我是真走了啊！不行！对于你来说呢是举手之劳，可是你这三言两语却挽救了我刘家的声望与未来呀，还免了我的牢狱之灾。那给这小伙子打200万，以后您可以自由出入我刘家所有的店铺和拍卖会。那多谢你了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真走了，真没事了吧？啊，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呀！苍天呀，一生他苏秋，又何必再生我李云轩呀？秋哥，你真厉害，一眼就看出那个橄榄瓶是假的。其实这古董啊，不能只看表面，得要看内在。内在啊，就像我选你当女朋友一样，就是因为你内在是个很好的人，又善良，又落落大方。秋哥，内在你怎么看出来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回家我可以让你看看内在。柳如雪，你跑我家门口干嘛？苏秋，你答应给我买无人机呢，东西给我，把手撒开！他是谁？喂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赶紧去，滚一边去啊！你竟然敢骂我！我骂你怎么了？你姐都跟我离婚了，你还舔个脸过来找我？再说了，我凭什么给你买无人机啊？是你事先答应我的。你也太不要脸了！你找你新姐夫去啊？干嘛来骚扰我男朋友？我操！欺人家女人，你个混蛋！我气死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在这继续跟我胡搅蛮缠，我打你！赶紧的，去，麻溜的给爷爬啊！不行，你要是今天不给我买，你就休想进这个门。你，我刚做了鼻子，竟然让我吃了个闭门羹，苏秋，我和你没完！好你个姓苏的，竟然背着我姐搞外遇！我告诉
是搞外遇，那你有本事把门打开呀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姓苏的，把门打开！秋哥，你说这个柳如烟的妹妹也太阴魂不散了，她会不会在门口守一整晚啊？如果柳如雪一直不走，秋哥今晚岂不是要在我这里过夜？我可不是想占便宜的人啊！我刚刚呢已经给包租婆发过消息了，很快她就过来了。以包租婆的战斗力，绝对不是柳如雪她能比得了的。甜甜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有吗？没有吧？甜甜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一个同学在卖房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我有个大学室友，他在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中心工作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帮我联系他一下吧。他们住的这地方实在是太小，你让他准备一下，我明天准备从他那儿一个大平层啊，这到时候你也搬过来一起住。秋哥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倒也不用这种方式来报答。哎，秋哥，之前不是说好了让你看一下内搭吗？今天就便宜你了，让你看个够。秋哥，你这什么眼神？我这内搭不好看吗？内搭。没有声音了。秋哥，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被包租婆给赶走了？你听听。好像是没声音。甜甜，你今天折腾得够呛，赶紧洗洗澡，早点睡吧。我先回去了啊。我秋哥，我怎么有一种想被秋哥推倒的期待呢？陈天哥，你在想什么？范总，那个小子叫苏秋，看他的背景平平无奇，怎么看都不像个大人物啊。范总，要不要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派人探探他的底细？不用，能让李家少当家低三下四的恭维，背后的实力肯定不比李家差。今天的事情别传出去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小子都快当爸的人了，怎么还是一头黄毛？找时间给我养回来。爸，如烟怀孕了，您期待已久的孙子终于要来了，只是这名分得坐实了才行。你的意思是想跟那个二婚的女人结婚？不是，爸，您瞧您这话说的，如烟早都离婚了，她跟她那个前夫没有夫妻之实，如烟肚子里面的孩子绝对是咱们范家的血脉啊！这张卡里每月限额200万，省着点花。别亏待了我大孙子，也亏待了你自己。好的，我保证您孙子就是您亲孙子。走了吧，傻小子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老公怎么样啊？一个月200万，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一个月200万，
的一个废物，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。老公，你给我转100万呗。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弟弟这不要买房子嘛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又要婚房，你这个当姐夫的不得帮衬帮衬？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我给你转。哎呀，老公你真好。秋哥，我是甜甜的大学同学宋慧，我听甜甜说你要买大平层是吗？对。这个小区靠近地铁，配套齐全，现在只需要3万一平，首付要付120万。3万？太贵啦！虽然贵了点，但是首付还能再谈一谈，降到100万以内没有问题。这位置太偏了，我要市中心300平的大平层，而且学校、医院、商场这些配套设施都得要齐全。这样的房子还真有一套，就是得差不多4000万。要是贷款的话，银行怕是贷不出来这么多钱。全款，先刷卡后看房。真的全款了？啊，哥，你们这房子也太贵了吧？不是说有折扣吗？我姐总共就给了我100万，加上我自己的积蓄也才110万，你们这首付都得120万了，这该咋办呀？这不是柳如烟的弟弟柳如耀吗？我这是捅了马蜂窝了，他们这一家子我都得见了遍呢。还差10万，你看能不能再凑一凑？120万的首付已经是最低了，凑过就没有了。提款机这不就来了吗？陆秋，给我15块钱。不是你这一大家子脸皮够厚的，我是你爹呀，你张口就要10万。姓苏的，我让你给钱是你的荣幸，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您好，请不要骚扰我的客人。客人？不是，他一个穷光蛋，你们就把他放在座上宾，你眼睛瞎了呀？打人？你们凭什么打人？我是来买房子的，我是你们上帝，你们凭什么敢这么对我？你连首付都付不起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来买房的？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。我拿不出首付，他就能拿出来吗？我起码手里还有100多万，他这个穷光蛋怕是连50块钱都拿不出吧？你听好了，我秋哥刚刚买了一套市中心的大平层，花了快4000万，全款。哎呀，我呀，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我这卡里有多少钱，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钱。走吧，带我去看看我那快4000多万的大平层。不要理这个废物，走。这个废物刚离开我姐就能拿出这么多钱，怕不是结婚期间隐藏了什么小金库吧？不行，我得打电话告诉我姐。喂，姐，你猜我在售楼处看到了谁？谁啊？你前女友？不是，是苏秋。她刚才在售楼处买了一套大平层，一次性全款支付了快4000万。什么？对呀，姐，我怀疑这小子在结婚期间一定隐瞒了各项财产，这些钱原本是属于你的，不能就这么算了呀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不会放过苏秋的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贵的楼盘还是有贵的道理的。秋哥，装修要是不满意的话，可以重新换，免费的。不用，这样就挺好的。要不我们再去卧室看看？行。哎，这卧室怎么？秋哥，你看这床多大？不仅可以睡觉，你甚至
能在这上面为所欲为。这宋慧这身材，这绝对能生儿子。哎，但她这样子，确定不是在勾引你？甜甜的命可真好，竟然能找到秋哥这样的隐形富豪。如果我能和秋哥，以后岂不是也能跟着飞黄腾达？哎，这长大点好。我没事啊，就喜欢跟异性在上面打打扑克什么的。不，你别误会，我指的意思是打打斗地主。秋哥，这个床垫用的是喜临门高端床垫，弹性极好，要不要感受一下？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反正这张床早晚都得我睡，就没必要体验了。这样，这手续我就交给你跑了啊。不过你放心，除了瘦萝卜该给你的业绩提成以外，那些跑手续的钱我会单独给你的。秋哥，你人真好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秋哥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这不是刚买了个大平层吗？想着过来置办点家具。啊！你买房子花了4000多万，你要在新房里装这些二手家具？不懂了吧？我呢，这就叫做骑自行车去酒吧，该省省，该花花。系统启动。相似度41%。不要错过了，相似度33%了。上好的老物件，上好的古董，都是名贵木材做的。相似度20%，相似度100%，相似度100%，相似度100%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这个柜子上面会有4个磁条？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秋哥，你喜欢这个柜子吗？那我买下来送给你吧。这不行，我怎么能花你的钱呢？我可是个男人。哎呀，上次你不是买了辆路虎车吗？李总给我的提成可不少呢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，我给你买东西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甜甜的性格真好。之前和那个柳如烟结婚的时候，我想买盒烟都会被她羞辱半个小时。好了，走。小姑娘要买这个柜子啊？这个柜子多少钱？这个柜子啊，它可是檀木做的，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是个老物件。别人我一般都卖1000，我看你人美心善，就给320吧。旧的就旧的呗，还什么岁月的痕迹？这样吧，320可以，但是我搬不动，你得给我送老家去。我家在腾辉华苑。老板，能不能行？你给个整块呀？腾辉华苑那可是个高档小区，里面的人个个都身家上亿，你们都这么有钱了，还买这种破烂货？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有钱难买爷高兴。让你搬你就搬，问那么多干嘛？哎，好的，老板，好的，老板。好了，秋哥，少东家。秋哥，我就知道你这几天肯定还会再来古玩市场捡漏的，你今天一定得带带我，让我也长长见识。嫂子，我让秋哥带带我，你没意见吧？我没意见。秋哥，嫂子都没意见，你就别推脱了。而且今天的所有消费我包了。你包了？哎呀，有2个糟钱都不知道怎么花了你。行，那我今天呢就带你转悠转悠，但是咱们事先说好了啊，所有的东西你买单，归属权属于我，行就行，不行我走了。哎，没问题呀，这就叫干中学嘛。干什么中学？哎呀，就那个边干边学，别问。
相似度69%。老板，这香炉怎么卖呀？那个80。我要了。好嘞。来，过去了。好嘞。秋哥，我看这香炉也没什么稀奇的，怎么你一打眼就要把它买下来啊？这样吧，把这个香炉拿到你的藏宝阁，让你小叔李振家看看吧。行，走。小叔，你在这儿扫雷呢？都看了15分钟了，到底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顶级窑口，极致釉色，没错，这是一件北宋官窑天青釉酸泥出香炉。什么？秋哥，这么说你又捡漏成功了？哎，李总，你确定你没有看错？不会错的。上等胎骨塑造，胎骨细腻紧致，薄如脱胎，荧光微透。来，你看，这上面呀，还有藏家乾隆爷的提拔钱印，必是正品无疑。北宋的，那得值不少钱吧？市价1500万左右，但属于有价无市。而且现在很多古玩收藏家呀，一直都盯着这些北宋官窑。神了，真是神了！小苏啊，这东西你交给我，我拿到拍卖会上去，肯定能拍出更高的价格。若是不能，我按照1500万赔你，如何？行，没问题。李叔，您办事我放心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先回去了。等到拍卖会的时候，我跟甜甜也过去凑凑热闹。哎，秋哥啊，不，义父，孩儿送礼。行了，以后没事呢，多跟小叔学学啊。走吧。秋哥，咱们家这装修是现代风格的，你把这柜子摆在这儿，这未免也太突兀了吧？甜甜，你要发大财了，你知道吗？等我啊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，然后把这个破柜子，咱们就可以丢掉了啊。你是说这个柜子里还有其他东西？你瞧好了。这是金条？何止啊！这是民国时期的大黄鱼。大黄鱼？那比普通金条值钱吗？那当然了，民国时期的大黄鱼，这大多数啊都已经被熔了。咱们手里面这3条大黄鱼，不能说绝版，但也差不多了。啊，甜甜，我会把这3条大黄鱼折现了，然后给你。秋哥，这东西我买给你的，那就是你的，不管卖多少钱，我都不会要的。可你是我女朋友啊，我给我女朋友花钱，这不天经地义吗？要这么说的话，还真对。不过秋哥，给我花的钱可以少花点，但是税得按时缴。你放心，这税呢，我会缴的。
哇，姐，这就是拍卖会啊！你看今天出席的似乎都是大人物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！要不是我在你姐夫面前说好话，他根本就不让你来。哎，记得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任务。记住了，姐，不就是拍下一个青花瓷碗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你懂什么？那碗啊是我公公要拿来送人的，能通关系，这叫人情世故。等这事儿办好了之后呢，让你姐夫啊给你换个月薪几万的闲差事。月薪几万，还是闲差事，真好。苏秋那个废物，一个月给我几千块钱都做不到。别提那个晦气玩意儿，我们跟他呀现在可差着身份呢。他那种级别的人，根本不配来这么高档的拍卖会。哎，姐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你看，那是不是苏秋？哎，姓苏的，不是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说，是不是跟着我和我姐？不是你俩脑子有病吧？你们是黄金是吧？还跟着你们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哎呀，如耀，别动手！要是被扣上扰乱秩序的帽子，我们就不能参加拍卖了。好啊，苏秋，你好歹毒的心思呀，想引我动手。还好我姐聪明，没中你的诡计。我说你姐弟俩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？好狗不挡道，你滚一边去！苏秋，就算你想挽回我，也不用这么恶心的手段吧？即便你打扰了这次拍卖，我也照样能嫁进范家。我是绝对不会和你这个下等人复婚的。没错，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样子，还想贪图我姐。我图他？我图他什么？图他不洗澡，还是图他长得老？来，还是图他没胸又没脑？你自己说。苏秋，你侮辱我！你给我道歉！侮辱你，还要给你道歉？他说的可都是事实，为什么要给你道歉？一边玩去！走吧走吧，这俩脑子都有病，快走吧。好啊，等我拿下了那个青花瓷碗，再找你们这对狗男女算账。苏秋，我要让你知道，跟我离婚是多么错误的决定。哎，姐，苏秋都能坐下，我们怎么没位置呀？哎呀，站一会儿能死吗？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。尊敬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来到拍卖会。下面请看第一件拍品，来自清朝的青花瓷碗，起拍价160万。姐，怎么说？拍不拍？没人出价，应该能拿下。165万。柳如烟和柳如耀这么早的叫价，应该是拍下这个青花瓷碗有用处。那我就更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的得逞了。200万！200万！苏秋这个废物，打肿脸充胖子来扰乱我们的计划，他能拿得出200万吗？210万。300万。310万。400万。你妈，跟我俩硬碰硬似的。410万！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你姐夫就给了400万，这多出来10万你出啊！姐，这个废物明显是在挑衅我，一直在加价，明显是瞧不上我。可是我们钱也不够啊。姐，你可是范家的少奶奶，这多几十万几百万的，对范家来说算事儿吗？而且姐夫一再叮嘱，务必拿下这个青花瓷碗。现在我们只差一步，不能半途而废呀。你继续加价，我去给你姐夫打个电话。那位先生出价410万，还有人继续加价吗？秋哥，我们还要加吗？加，当然要加。虽然这个东西咱们不要，但是也一定要恶心柳家他们姐妹。600万！妈的，苏秋这个废物绝对是想唬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
看谁能吓退谁。700万，800万，900万，不跟了，我放弃。恭喜这位先生以900万的价格成功拍下了清朝的青花瓷碗。怎么样？姐，我办事儿你放心，手拿把掐，轻松拿下。400多少万？你姐夫可说的，只要不超过500万呢，他全给了。什么400多少万？我直接开口900万，全场碾压。姐，你都不知道我刚才有多威风，直接通吃。哎呀，姐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也傻吗？这就是个100万的东西，你就下900万，那么通吃吗？你看看大家看你的眼神啊，是觉得你聪明吗？他们觉得你是个傻缺呀！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这里面的损失还不是我跟你姐夫承担，这下你满意了？姐，这不干我的事儿啊，是苏秋，都是他害的我。跟我可没关系，我放弃了，我没钱嘛。这个狗东西还敢装无辜，看我弄死你！秋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藏宝阁的少当家李云轩，他怎么来了？还叫苏秋秋哥，这我怎么办？这李家连你姐夫也惹不起，先忍耐，静观其变。不过也没事儿，反正拍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那拍卖会继续吧。大家请就坐。下一件卖品是由神秘买家寄售的宋朝天青釉酸泥出香炉，起拍价1600万，有人出价吗？1630万，1700万，还有人加价吗？1750万，1800万，1800万一次，2000万，2100万，还有人加价吗？1630万。秋哥，这个香炉这么值钱呢，你要发财了。都留着，给你交税。好，恭喜这位先生以2450万的价格拍下了这个宋朝天青釉酸泥出香炉。秋哥，恭喜你啊，这次是大赚了一笔啊！这还不是多亏了李叔的安排，让我又多赚了几百万。还是小苏你慧眼识珠，这东西的本身价值就在那儿摆着呢，不然即便是拿到拍卖会上来，也拍不出好价格。秋哥，过2天是我爷爷的寿宴，你跟嫂子就一起来凑凑热闹。你们家的私人宴会，我和秋哥去，会不会有人不同意啊？秋哥那是我大哥，你是我嫂子，谁不同意，那我砍了他！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。既然你诚心的邀请我们，那我们就过去沾沾福气。只是不知道老爷子喜欢什么，我总不能空手过去吧？我们家老爷子最喜欢的就是金条啊，但可不是普通的金条，他喜欢那种有一股老劲儿的大黄鱼。如果谁能给上他一根，他能激动的跳起来。大黄鱼，巧了，我们还真有。秋哥，按照你现在的势头，很快就能身价过亿了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呢，打算先注册一家公司，但这个具体干什么业务，我还没有想好。甜甜，不是这样吧？你把4S店的工作辞了，过来帮我吧。那是要辞职吗？我觉得我2边可以一起走。因为我这边工作会很多，我打算全部交给你。我呢，就只需要负责在古玩市场捡漏就行了，有事秘书干吧。
那没事的时候呢？刘洋，你要死啊！你不要命了？苏秋，总算是让我找到你了，你赶紧给老娘下车！秋哥，这是柳如烟的闺蜜刘瑶，她不会是来找麻烦的吧？一定是柳如烟刚刚在拍卖会上吃了瘪，所以才给刘瑶打电话让她过来，故意找茬的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刘瑶，你有事儿没事儿啊？有事儿！哼，你上次在餐厅坑了我，害我被人好一通嘛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跪下来道歉，再给我赔钱，你今天休想离开这儿。哎呀，就你一个女人，还想跟我秋哥叫嚣？用不着我秋哥出马，我就能摆平你。我今天天天，你影响我。是。哦，你就放心吧，就他，我还没放在眼里呢。秋哥，你就到旁边等，敢欺负我男朋友，我要打掉他的大门牙！哼，打不掉了。秋哥，你来。单纯，你觉得我会一个人来找你吗？哼，我告诉你们啊。我的这些姐妹可都是学过跆拳道的，姐妹们，让苏秋这个渣男知道一下厉害的。哦，还蛮厉害的嘛！你等什么呢？赶紧把刘瑶拖下去打呗！苏秋，我说你怕不是脑子有病吧？这些人是我的姐妹，怎么可能替你打我啊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打刘瑶的，一个人1万块。1万？你以为我们是那么贪钱的人吗？就是，刘瑶可是我们姐妹。再说了，我这包包都得要10几万，你这区区1万算什么？相似度1%，相似度只有1%，这是赝品中的赝品，就这也好意思在这儿吹牛啊？这样吧，小爷呢？我今天高兴，给你们涨价，一个人2万，记住，这是你们最后的钱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她们是我的姐妹，是绝对不可能打我的。我呢，还是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的。你们干什么啊？我们可都是姐妹啊！姐姐，那是人能敌得你了吗？姐妹啊，苏秋，我一定还会回来找你的。你赶紧赔我！忙了一天，累死我了。甜甜，你还会按摩啊？跟着短视频上学的呗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舒服。我最近这头有点疼，想按头。不是说瑶瑶在这个病房吗？人呢？妍妍，妍妍，我在这里，妍妍。瑶瑶，你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？都是那几个臭娘们儿，不对，都是苏秋害的。我按照你的吩咐去找他的麻烦，
结果他随便丢了6万块钱收买了那几个臭娘们儿，害得我被一通乱打，我现在都毁容了。苏秋竟然敢让人打你，真是敬酒不吃吃饭。对不起啊，瑶瑶，我这实在是没忍住。爷，我都成这样了，你还笑？但是这事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就这么草草了之了吧？苏秋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呢？他肯定是借了高利贷，到时候等债主找上门，有他好果子吃。哦，还有啊，我已经跟我老公范强说过了，范家马上就会开始封杀苏秋，我要让他连要饭都没人敢施舍。哎，秋哥可算来了，快请坐吧。哎，不是，要我说，你怎么约我在这种地方见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个正经人，要不是你再三打电话求我，我可不能来这儿啊，庸此。秋哥，这你就落伍了。现在谈生意早就不在那白酒桌上了，都在足疗店。而且秋哥，今儿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惊喜。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怎么样，秋哥？愣着干什么？我与赌毒不共戴天，我生下来责任就是先富带动后富，然后与美女一起共同致富。快来吧！高，实在是高，要不还得说是秋哥你呢，按摩都能上这么高价值。来吧。哎，对了，少当家，你约我过来，不会就是单纯的按摩吧？秋哥，昨天我在我爸那儿听到一个消息，听说有一批流失海外的国宝要回国。那这国宝回归是好事啊？好事是好事，但是这批国宝的所有权目前不属于国人，而是属于一个外国人。我国的国宝属于一个外国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么激动吗？轻一点，轻一点，我的脚它不受力。顾客，这里是肾的反射区，你这点力道都承受不了，那证明你这肾不太行啊。嘘，秋哥，准确的说，这批国宝是在一个国外的私人收藏家手里。不过前段时间，这个私人收藏家找了我们。胡适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这个外国人肯定不可能轻易把国宝回归大夏吧？这帮人居心叵测。我爸也说了，外国佬想把国宝卖回来。我们经过考虑，决定把交易地点设在国内。他们虽然答应了，但是也提了一个条件，就是在成交之前，为了防止国宝被破坏，我们的人不能靠近国宝50米范围之内。那这不扯淡吗？那万一是假货怎么办？国宝毕竟是大夏的，回归祖国意义重大。博物馆方面也是考虑宁可错买不可错放，所以才找到我爸，希望他出手。啊，所以你今天把我叫到这儿来，是想到时候让我上，让博物馆减少损失吧？为大夏鉴宝事业做贡献，我辈义不容辞。而且秋哥，我信你胜过信我爸。行，不能再让国宝流落海外了。秋哥，我听说古玩街最近新来了几个摊户，有不少新东西，要不按摩完我们去捡漏？可以呀，在这之前，我想下个钟。啊，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现在正在工作。好啊，你苏秋，你说去谈生意，结果就选这么个地方谈生意，是不是？甜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品月阁这么逍遥快活呢？
你们俩还一人点一个，一起不要脸！不是，甜甜，你误会了，我来这是少东家，奴才在，方便出去一下吗？他不方便，他这会有事儿呢。扎，走啊！甜甜，我要是说我进来是谈国宝回归大夏的，你信吗？国宝啊，国宝！秋哥，你没事吧？这甜甜之前已经很温柔的，一定是你，找了这两个女技师，碰上了逆鳞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嫂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生死虎豹啊！我就纳了闷了，我这出门之前什么都没说，他是怎么这么精确的找到我的位置的？哦，是我发了个朋友圈啊！我天，真的是共同好友会所有。你们不是要去捡漏吗？走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啊什么？快走！走。哎呀，跟着秋哥混，是一天吃8顿。哎，行了，别在这溜须拍马了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这些新来的摊主，这可都是些老手，这次捡漏恐怕没这么容易了。哎，秋哥，这个摊位好像是新来的，之前没有。相似度80%。好家伙，来大漏了！老板，你这些花瓶多少钱？1件5万，概不议价。成，这个给我包起来吧。但记住，千万不要给我损坏了。我操！这年轻人说不议价真不议价哦！得，我现在给你包。秋哥，咱就算是再有钱，也不能这么造啊！5万块钱就买破花瓶儿，迟则生变，而且这是个好东西。秋哥，这大概能值多少钱？保守估计有个几千万吧。老板，好了，付钱呢？好嘞。哎，走起来，好了吧？秋哥，你不是说这几个摊主都是老手，不好捡漏吗？好家伙，扮猪吃老虎啊！哎呀，这运气好吗？这不是？秋哥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下手太重了。可是刚才在会所，我看到你跟那几个女技师眉来眼去的，我就没忍住。没事儿，我妈说了，只要哪个地方受伤，就在那个地方上亲上一口就好了。结果！快！秋哥，前面好像是一处鉴宝的临时地方，有几个老师傅正在鉴宝，要不咱们去鉴定鉴定你这刚买的花瓶？走。3位老师，麻烦你们帮我看看我的藏品吧。小伙子，你这花瓶花多少钱？在哪儿买的？就在这条街上，花了5万。这条街道号称假货一条街，你居然花了5万块钱，真有胆识呀！你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呀？值得你花5万块钱呢？北宋梅。秋哥，哎呀，你确定吗？当然了。小伙子，北宋梅瓶，你也真敢说呀！真是笑死人了！花5万块捡漏北宋梅瓶儿，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大的笑话。就是，
这哪来的乡下人？你太自以为是了吧？哎，他不会真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吧？你们到底鉴定不鉴定啊？要是不鉴定的话，就把东西还给我秋哥，别耽误我们时间啊！我可以鉴定，但是我要问小伙子几个问题。行，你问吧。小伙子，你入古玩这一行多少年了？你是经常玩一玩呢，还是偶尔来收藏？我入这行也就不到半个月吧。也难怪，这东西是假的。老师，您这还没打开看呢。不用打开，你入这一行不到半个月，花5万块钱捡漏买了一个北宋的梅瓶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在古玩这一行快50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操作。我还想问你一下，你了解北宋的历史？你知道北宋的工艺吗？你又知道梅瓶在北宋它代表什么？乔哥，这几个老东西来者不善呀，这次我恐怕帮不了你，因为我对这北宋梅瓶也不太了解，我只看过金瓶老师，要不您就打开看看吧。如果它是假的，我当场就给它砸碎了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年轻人啊，他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小伙子，我今天就要让你死了这份心。怎么回事？范老师的脸色怎么突然变了？难道这梅瓶是真的？范老师是老前辈，在这行德高望重，他看这种东西一般不会有错。范老怎么样？这确实是北宋的梅瓶不假呀，我看也像。竟然真的是真的我的天哪，秋哥，你简直无敌了！范老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我怎么能和你们随便开玩笑嘛？这确实是北宋的梅瓶，而且保存的还非常完整，这一般人啊还真是看不出来。你再看看这琢釉，这工艺，真品无疑啊！哇，真神了！这年轻人的目光恐怖如斯啊！那请问这梅瓶价值几何呀？这古玩的价值一般是从它的历史渊源和工艺文化来评判。12年前，在一个拍卖会上，我也见到过一个类似的梅瓶，当时拍卖的高价达8000万。哇，多少？8000万！我勒个乖乖！古玩界里有大漏，我去捡漏了，都让开，别拦着我！我要去。哈哈，小兄弟，我想找你聊一聊。当然了，这块地方还不太方便，你看咱们换个地方怎么样？那就去我的藏宝阁吧。好。相似度72%。邵当家，你跟范老师拿着东西先过去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好。哎，秋哥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你又看见好东西啦？你们好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刚刚见您在那地摊上买了3个盘子，我还挺喜欢的，这可以卖给我吗？你要这个啊？虽然这个价值不是很高，但样式我挺喜欢的。这样吧，一个我给您出500，3个1500。当然可以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等等，2000块卖给我，我说3千，东西我要了，5000。哎，这盘子是我秋哥先看上的，你们这不是截胡吗？古玩一行也没规定说不能截胡啊，价高者得嘛。这样一口价6万。你这样买我手里的东西啊？我说15万。15万就15万，给你了，再高的价钱我也不要了。不是，你们这看都不看，直接花15万买3个盘子。哼，你刚才可是捡漏了一个价值快上亿的北宋梅瓶啊！你看这种东西，我们不用看，
一定是好东西。怎么样？靠，全他妈是假的！你花了15万买了3个普通的盘子，真是笑死人了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你这人不讲道义，做局骗我们。骗？这明明是你们3个自己主动凑上来的，好吧？这3个盘子都是假的，你花几百块买，那不是亏大发了？这不是骗我们是什么？买卖自由，我花多少钱亏多少钱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有系统也敢在我面前人前显圣，年轻人啊，别太放肆，没什么用。兄弟，是我冒昧，个人有个人的喜好，不是？这样，你要真喜欢这盘子，我匀给你，怎么样？我花了15万，你就给10万块。这样吧，我出500一个，要卖，不卖我就走了。哎呀，秋哥，500块都是多的了，我看呢，最多20块钱。兄弟，你再涨涨了，你这500，你大发叫花子呢吗？前天你看着没？要饭了还嫌钱少呢，我看咱也不用买了，走吧。啊！哎，兄弟，哎，500就500，我认亏。过去了啊！哎呀，又捡了个大漏，咱们这回赚大发。不过呀，得尽快把公司的事情给落实了。走吧。大佬，哎，秋哥，小兄弟，我等你半天了，终于到了。范老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。小兄弟，都是厂量人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你这个北宋的梅瓶，我真心喜欢，卖给我怎么样？这个能进博物馆的东西，我们范家如果能收藏一份，死了也值。范老，您刚才自己都说了，这个花瓶在拍卖会上底价是8000万。你放心，既然我能找到你，我绝对不会占你的便宜。我准备出1亿100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秋哥，你看这个价格可以吗？北宋梅瓶价值1亿1000万。好，范老，您不愧是古董界的老前辈，压价压的真准。那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哟，这就太感谢你了，哈哈。那你把银行账户发给我。账号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好，我马上让人给你转钱。好了，小兄弟，梅瓶我就带走了。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咱们电话联系。好，好。秋哥，不，稍等家，您这是？秋哥，在下李家吕云轩愿拜秋哥为义父，一父一母，禽兽小子一枚。以后带着我李云轩发家致富。秋哥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待在这儿折寿。秋哥，义父，哎，人呢？你喝啥？又想干嘛？爸，我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，如烟肚子的孩子是范家的。都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让我们结婚？你这么着急结婚，是你的想法，还是柳如烟的想法？哎呀，如烟也是想要一个名分嘛。爸，上次花几百万买的那个青花瓷碗，您大怒，把我一个月零花钱从200万直接缩到了50万，这哪够嘛？
50万还不够？我们老范家从来都是省吃俭用的，一个月5万，我都当他是败家。范总，刚刚银行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公司有一笔大金额出账，转出去多少钱啊1亿1000万。这是哪个混账东西，这么随随便便从公司账户上转钱？立刻去查，查出是谁，老子扒了他的皮！是您的父亲，劳董事长。不是，你说谁？我爷爷干什么了？一天干出1个多亿。爸，这钱迟早是我的吧？你可不能说，得履行承诺。快点，找爷爷办事办事。这，滚！滚！这。我们老范家轻轻松松就能拿出1个多亿，苏秋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秋哥，我问了，您咨询的那栋写字楼，他们的确在卖，只是那块地皮位于市中心，价格恐怖。什么？多少钱？保守估计要1亿2000万。哈？你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你找人跟业主沟通去吧。甜甜，公司注册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如果有卡住的话，我可以去打通缓解。不用，秋哥，公司注册的事情很顺利，但是注册资金超过1000万的公司必须要有公立账户，所以我们还得去一趟银行。反正今天下午也没什么事儿，走吧，咱们这就去。走了。能傍上秋哥，甜甜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。我什么时候能找到像秋哥这样的钻石王老五啊？不公平！亲爱的，我今天又问我姐夫要了50万，等咱们把现金取回来，把这50万往你爸妈面前一放，咱们的婚事就有着落了。有了这50万，我父母说出去都有面。你姐夫也真是阔气，打50万眼皮都不带眨的，比之前的姐夫好多了。秋哥，你看看你都混的什么名声啊？苏秋，刘耀，你知不知道在背后嚼舌根会烂舌头的？姓苏的，你来干什么？不是银行是你家开的，我去哪儿还得给你报备一下不成？一办业务，不万一有别的钱源挡路啊！你他妈！亲爱的，这不会就是你那个前姐夫吧？这副穷酸样，也好意思来银行？先生，您取到款在这。姓苏的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一沓沓的现金都是我的钱。你一个死穷鬼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真是这样，好有气质。他你都不知道，这是这家银行的行长宋清雅，极善理财。听说啊，好多金人界饥饿都对他以礼相待。亲爱的，宋行长怎么来了？我听说，除非有大客户现身，不然他很少出面的。肯定是我姐夫范强在这家银行存款太多了，银行得知我这个小舅子来取钱，所以让行长亲自来接待。亲爱的，看来你猜的没错，我还是第一次享受这么高档的服务，都是托你姐夫的福。是尊贵的苏先生和柴女士吗？您是本行的优质 VIP 客户，不用排队，跟我来。VIP 客户？这怎么可能？VIP 客户，据我所知，想要成为这家银行的 VIP， 资产至少得上亿。眼前这小伙子年纪轻轻就有1万资产。请。哎，等一下，
你想干什么？宋行长，我刚在你们银行取了50万，你不礼遇我就算了，怎么还对苏秋这个穷光蛋低三下四的？请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，否则我不介意让安保把你请出去。他们呀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不用跟他一般计较。宋行长，问我呢，先开上3个户头吧，每个账户存上1000万好了。苏秋，你还真敢说啊！1000万，你祖宗18代都赚不到吧？秋哥，这个死苍蝇太讨人厌了。我看呢，你还是喊人把他赶出去，看到他们都觉得恶心。来人！哎，我是范祥少爷的小舅子，你们敢惹我，就不怕得罪范家吗？等我回去告诉我姐，让你们没好果子吃。核实下他的身份信息，即刻起取消他在我行的存款资格，把带走。哎，放开我，我钱还没拿呢。妈的，竟然又被赶出来了！这个姓苏的到底有什么魔力，竟然能让大名鼎鼎的宋行长对他刮目相看？亲爱的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这个苏秋怎么忽然手里有这么多钱了呢？我得赶紧去找我姐，把事情告诉她。我怀疑苏秋在离婚前隐瞒了资产，她的这些钱有一半都属于我姐的。亲爱的，照你这么说，等你姐得到了钱，咱们岂不是也能得到一点？那当然，我姐最疼爱的就是我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找你姐告状！哎，不，是咱姐。走，来，走。秋哥，你真是好大的面子，竟然能让银行行长宋清雅亲自出面迎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今天不知道排队要排到什么时候了。咱们的钱啊，只会越来越多，跟着你秋哥我就等着过好日子吧。啊。喂，哪位啊？小兄弟，我是范天祥啊。范老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范家最近遇到点麻烦，想请小兄弟给帮帮忙。我落背薄久，还想请小兄弟跟我一边吃饭一边聊，你看赏不赏脸呢？那行吧，你把位置发给我，晚一点呢，我带我女朋友一起过去。好嘞。谁呀，秋哥？是上次买咱们北宋煤瓶那个范老，说是想请咱们一起吃个饭。这不是咱们正好开公司了吗？正好可以拓展一下人脉。爸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我约见一个重要的客人吃饭，你去书月轩订一个包间，越大越好，再备上几份厚礼，我要带过去。爸，你这么重视，想必这个客人来历不凡，不会是藏宝阁李家的人吧？此人恐怕比李家更厉害。我相信，不出半年，将会出现一个鼎盛世家，并且能力压李家，成为世家之首。爸，那按照您说的，我们范家若是和此人攀上关系，以后岂不是要冲上云霄了？我明白了，这就去办。爸，还有事儿。印涛啊，小强是咱们范家未来的继承人，但是最近的表现我还不满意。他被那个姓柳的二婚女搞得是神魂颠倒。你让他去接待一下贵宾，一来彰显一下我们范家对贵宾的敬重，二来算是锻炼一下小强。好。亲爱的，这谁这么大谱啊？竟然让咱俩提前来迎接啊！还有带这酒，都是典藏版，价值不菲啊！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哪位大人物吧。不过除了藏宝阁的李家，我还真猜不出是谁能让我们范家如此礼待。吴燕，一会儿人来了，你千万别瞎说话，最好一句话都不要说。为什么？今天的客人比较特殊，
应该是我爷爷的朋友。我爷爷甚至都不让我带你来，若不是你软磨硬泡，你今天连出席的资格都没有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范老，我没来晚吧？苏秋，是这儿没错呀。怎么范强跟柳如烟他们两个会出现在这儿？范强，你说这个范强跟范老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了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按照他俩的年纪来推算，这范老的确有可能是他爷爷。苏秋啊，来的正好。上次舒月轩的账还没算，正好啊，今天星球旧恨一起算。柳如烟，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你会出现在这儿，但我今天是受邀前来的，得罪了我，有人饶不了。苏秋，你没搞错吧？今天是范家做东，我是范家的儿媳，身上还怀着范家的骨血。你说说，哎，要饶不了我的人是谁呀？如烟，苏秋有没有可能是我爷爷的座上宾？绝对不可能！哼，咱爷爷那可是古董界首屈一指的大人物，他苏秋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怎么值得爷爷用如此的排场招待他？说的也对，差点让你小子给我吓唬住了。苏秋，既然你今天主动来了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苏秋，我要你跪下向我道歉。我向你道歉还跪下？哼，那我要是不跪下呢？那可由不得你了。今天整个舒月轩都被范家包场了，要是不道歉，我让你变成落汤鸡！我倒要看一看，谁敢对我范天祥的客人无礼！是他让藏宝阁少当家李云轩安全马后的，难怪我爸让我准备这么多重礼。爷爷、爸，你们来的正好啊！苏秋这个废物擅闯包间，毁了你们的接待，你们可千万不能放过他呀！如烟，老夫的客人，岂容你诋毁？这不是，如烟，没事。爷爷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人是如烟的前夫，一个月只有1万块钱的工资。您为何如此敬重他呀？什么？你说这个女人是小兄弟的前妻啊？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哎，你抢了小兄弟的妻子！哎呀，爷爷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毕竟咱们家腰缠万贯，那如烟跟我也是正常啊。你这个眼高手低的蠢货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哎，没心情了。这饭啊，我就不吃了。天天，咱们走。小兄弟请留步，我们范家现在遇到了危机，麾下的几处鉴宝公司濒临破产，只有小兄弟是能救我们的，请留步。这跟我秋哥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为二位准备了厚礼，一辆全球限定超跑，一座湖海超大别墅，还有一颗价值1000万的鸽子血钻石。范老，你觉得我要的是这些？好，明白。范强，和这个女人断绝一切关系，如果断不干净，
就不用回范家来。不是爷爷，如烟怀着我的孩子，给我闭嘴！哎，小兄弟，你看我这样的处理，您还满意吗？咱们是不是坐下来谈谈生意？哈哈哈。范老啊，想谈生意？哎，对，还是先教教您孙子怎么样做人吧。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看，这，你又想干嘛？苏秋，因为你的原因，我被范家扫地出门，连孩子也保不住了，你得对我负责。神经病！你别走！柳如烟，离我男朋友远一点，你这样只会让我们觉得更恶心。怎么？苏秋，我后悔了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一心一意只对你一个人。苏秋。秋哥，你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没控制住。不想要猫你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这抱你，是不是秋哥想要的？我想要阿凡达。啊？